公司怎么叫你霍霍成这样了？公司连夜搬走了，没叫我，把我丢下了。我一上班，公司没了。我们搬家了，他平时就把同事们得罪个遍，搬家没人乐意告他赖谁呀？现在他不在公司，你看我们上班心情大好多了。下班同事们还准备找个酒店聚个餐，庆祝一下吗？同事这么对你，你不难过吗？我觉得还行，就是有点想同事们了。为了缓解孤独，我摆上了同事们的照片，看着他们的照片，他们就好像音容宛在，我就不孤独了。时刻提醒自己，我不是一个人。照片怎么是黑白的？打印机没墨了，还有这蜡烛，晚上加班的时候没有电，也是我特意准备的。这啥意思啊？又相片又蜡烛的，还发公司大群里了，损我们呢？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不是个事儿吧？老板说我是公司的固定资产，让我固定在这儿，把我留给下一任老板了。还说到时候一接手，我就是最有资历的老员工。我觉得老板这是为我好。没事。他真这么想的？那你告诉他，虽然平时同事们相处的都不太愉快，但还是希望他的下一任的主人能好好带他，就是祝福一下。你心态还挺好的，真的不怪同事吗？那狗咬了你一口，你还能去咬回来吗？同事一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是用户老板同事在天堂吗？是啊，你的外卖放这边吧，让老板和同事们先吃。你老板和同事都没了？去另一边了。姐，这段记得真晦气。人挪活，树挪死，小涛是我没养好，我准备把他留到下一任老板那里另谋高就。老张，你办公室留这么个玩意儿，我怎么做生意？来，快点带走。完了，砸手里。公司组织出国旅游，同事出发的时候没叫我，把我一个人拉公司了。啊，我忘了，你要不说我们还没发现少个人呢。那机场大巴来了，我们就赶紧上车了。这一路上光顾着开心，也没注意到落下一个呀。那啥了？没事，我等了一上午，车都没来，就下楼取个外卖的功夫，车就来了。他们就是故意不想带我。等车这么关键的时候，为什么要取外卖呢？那我都准备好出发了，那李闯给我点了个外卖，让我下去拿，就是空了我1分多钟。我跑回来一看，他们坐大巴车走了。你们这样挺不好的。真是不好。真是你们也是的，落下一个人你都提醒我呀。在这赶不上飞机，机票白买了。那机票也没给他买呀。那原来老板说给他办托运和宠物一块送过来，是吧？现在整个公司就剩我跟门卫大爷了，他们就是欺负我人缘不好，不带我去，太欺负人了。丢人的事可别带上我啊！他们叫我了，我没去。来去不去？他毕竟也是公司的一份子，出来玩落下他就没觉得少点什么吗？确实少了，就好像一锅粥里少了颗老鼠屎。是，那我们也确实不是故意不带他的，谁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你这说走就走，我没意见，那倒是把我带上啊，不能把我说丢就丢啊！我都老员工了，多没面子。你不要太难过，既然旅游没去成，留在公司好好工作也不错。你不会安慰人，就把嘴闭上。我不管，我要去找他们，不能把我。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们也觉得不带他确实不好，所以一致决定这次旅游就取消了，然后等到下次我们一起集体再去。可是他去找你们了。啊？啥时候的事？哎，涛，你在哪呢？我他妈飞机上了。操！和同事说好了一起离职，结果老板来了以后，他们一个屁也没放，就我跟老板提了，他们啥事没有，我让老板开除了。我们当时也震惊了，那愚人节目我们寻思跟他开个玩笑，开心，他怎么还玩真的了呢？我这人玩的就是真实，他们开玩笑，把我工作打进去了，我不喜欢开玩笑。既然是玩笑，至少应该说一句愚人节快乐，让他知道你们在开玩笑。我们说了呀，都说了，说了，离职书签完了才跟我说的愚人节快乐，我工号都给我消了，我还快乐，我快乐个鸡的，我快乐。说的确实是晚了点儿，主要是我们也没寻思效率这么高啊。老板早上刚进门，他啪一下拍桌子站起来，就说自己不干了。他当时老板反应也快，握着他的手说一言为定。你这种情况我们也无力回天呐。我看他们都低着头不说话，我就知道我上当了。这愚人节让他们过的，咋了？又让人开除了？愚人节嘛，让人愚了。小鱼人。离职这种重大的事情还是要慎重考虑的，不应该因为同事的话贸然决定。那他们天天喊着要离职，谁知道关键时候掉链子？这多正常啊！很多同事天天吵着不干了，不也照样月月拿满勤吗？那我也没寻思他真信了，这样我们只能祝福他了。哎，涛，先别走啊，花5分钟的时间把工作文件交接一下，我们要用。交接你，我不管，他们把我工作弄没了，他们必须负责。先别急，今天愚人节，万一老板也是在跟你开玩笑呢？虽然我辞退了小涛，但是本着对员工负责的精神，我已经为他找好了下一份工作。什么工作？是关于人体表皮污垢学的研究。能说通俗点吗？搓澡的。
听说你被同事孤立了，我好心办坏事了。老板说最近公司效益不好，要集体降薪1000，他知道分享去找老板理论，这不挺好吗？回来告诉我没理论过，改成降1500了。我一开始确实挺上火的，当我跟老板一聊，才发现老板说的有道理。那公司有困难，我们这些当员工的不得理解吗？我就让老板摸着良心降，没想到他这么丧良心。你有没有想过降薪，同事们怎么办？你降薪总比公司倒闭了强呀！你得分清一顿撑跟顿顿饱的区别。那我们在公司这么些年也没保过呀，公司好的时候也没说给我们涨薪呢，凭什么降薪？是吧？钱这个东西够花就行啊。我认为当前的工资水平足够了。1500不是小数字，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过吗？考虑了呀。下一步我建议老板取消周末和假期。那平时周末和假期的花销是大头，不放假就不会去消费，那钱不就够花了吗？川哥，你们发工资条了吗？我这工资怎么是负的？你之前工资不1200吗？现在降薪1500，你可不负的吗？你上班还得交300。那不能这样，我找老板重新理论。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降薪是很有必要的。老板，我不服气。我是不是集体降薪1500？你工资是不是1200？那都降1500，你是不是相当于省了300？这不涨了吗？谢谢老板。公司效益不好要裁员，问大家有什么看法？小涛站起来了，说建议我们付费上班。听到裁员，同事都人心惶惶的，还好被我解决了。公司缺钱，我们缺工作，付费上班不就各取所需了吗？那我们上班是为了啥呀？人家上班赚钱，我们花钱上班，咋的用爱发电呢？我觉得我提出的方案没问题，老板听完都拍案叫绝了。我为同事们保住了工作，他们应该感谢我。那你考虑过同事会没钱上班吗？没钱你上什么班？有钱再来。你是怎么想到付费上班的呢？我昨天晚上看阿根廷队比赛的时候想到的。胖哥，借我点钱呗，我没钱上班了。你看这还不如直接裁员了呢。刘鹏，你这个月上班费还没交。我没有钱，你爱咋咋地，我就没有。公司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你可以赊账，我先给你记上。老板成立公司这么辛苦，你还拖欠老板工资，真没良心。付费上班，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呢？小涛的想法确实比较超前，但我认为不无道理。就是凭啥老板就得发工资？小涛点醒了我，一个连工资都需要老板发的员工，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独立能力。这是一种全新的上班模式，我认为应该大力推行。老板，你真是宅心仁厚，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伯乐。老板把我撵出来了，不让我回公司了。当时老板正给我们开会呢，他屁也犯了。老板讲一句他放一个，讲一句他放一个，在这给老板断句呢。不撵他撵谁呀？屁来了哪有不放的？我当时努力憋了，就是为了不打断领导讲话，不够用心了吧？老板上面出声，他下边出气儿。你别说，配合还挺好，各说各的。那怎么还被撵出来了呢？刚开始还行，可我这2天熬夜看球来着，饮食不规律，再加上中午吃撑了，被打嗝影响了，乱了节奏。那老板相当体谅他了，想等他放完再讲。那小涛也谦让，等他讲完再放。那现场要么极度安静，要么花屁交织，给老板憋得脸痛。我这下算是丢大人了，老板看我眼神都不对了，我命太苦了。他命苦，那我们也不好受啊。那么小的会议室本来就不通风，他连嗝带屁的，上下两头发力，我们都快嗝屁了。我屁多是因为肠胃不好，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是想攒点钱过年。你是怎么攒钱的？我本来工资就低，只能在饮食这方面省点，就随便吃点。你平时都吃啥？馒头、咸菜啥的，有时候奖励自己个泡面。来，舒服多了。你现在攒多少了？3个月750块6毛8。哎，老板找你。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谢谢老板。按批罚款，一个批10块，罚款750。我中午点了个外卖，我出去洗个手，这功夫回来一看就是个盒了。我就吃了他一口，他在公司群里说公司进小偷了，还要调监控。他没吃过饭啊，这么抠门。他那一口赶上铲车了，他一铲把我饭炫没了。关键他也不是第一回了，他天天中午蹭，现在一到中午饭点，我们都得防着他。你听听，吃个饭还要防同事，这格局得有多小？关键他逮谁都得蹭2口啊！现在同事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你是觉得同事们的饭更好吃吗？也不全是啊，他们的外卖有的时候不合我的胃口。你这样同事们受得了吗？我都定量取餐，每个人都吃一点，大家都饿不着。你说他这跟要饭的有啥区别呀？就没有想过办法阻止他吗？阻止不了。为什么？你中午到饭点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不知道你想啥呢？不给。啊钱！这多可恨呐，防都防不住。现在有的同事为了避开他，中午都端着外卖去厕所吃。这么夸张？那上敌1000，自损800嘛，就这他也不放过我们呢。门开开，让我吃一口。没热没热，打门！准备的挺充分的，
不过你装的再多也没有用啊。你别得意，一会儿伤了你，别怪我不顾同事情分。你过来呀！瞅你那个小尾巴，现眼丢炮，你那是给球队加油。我感觉你好像要钻进电视里找球队赎命去。我球队踢你跟玩似的，只需1成功力，溜达着踢都能踢哭你。你拉倒吧，你那球队一个个老弱病残、呼哧带喘的，你瞅那脚啊，左脚拐着右脚踢的，咋的？那是鬼脚七元，那能踢进球吗？你球队就是不行，你别吹，你吹也没有用。哥哥像白骨精，你的手我看你都得给他3棍子。你这是那段干啥呀？你跟我保持一。说了，你嗓子是真好。我看他是我同事，才把我电脑借给他用。他还我的时候就给我整裂开了。我出差有信，我借他电脑用，我敲了3个小时键盘，打了2行字，最后还死机了，给我气得我一巴掌下去，给他电脑屏幕干裂纹了。你这电脑平时我可宝贝了，都不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他暴脾气给我整坏了，你必须付出代价。宝贝，那电脑我刚拿到的时候，脏的就像那个刚从中东战场上刚撤下来的一样，叫他战神帮我都觉得抬举他了。那我上班没了电脑，就好比上战场没了枪，底下失去了他的光，就像野狗失去了垃圾箱。这他那电脑卡成那样，他还工作啥呀？赶紧找个地方埋了得了。再卡也是我的电脑，你看都整成啥样了？这不挺好的吗？都成分屏的了。我现在开机时间都变慢了。他那电脑开机保守估计得2小时，还冒烟。这办公室炊烟袅袅的从他那儿冒出来，搁远了一看，以为他搁那上香呢。你弄坏了我的电脑，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不然别怪我以牙还牙。你要干嘛？我一定狠狠谴责他。就算是垃圾，毕竟也是个人财物，你看看应该怎么赔偿他。我看你用的电脑就挺好，你赔给我，我就不追究了。你做梦呢？那你想咋办？我给你修修，完你继续用呗。当时我们正开会呢，刚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一个响屁崩出来了。那个屁我憋了半天了，老板讲完话，我寻思大家都鼓掌了，我就松懈了。他非得把我揪起来，当着全公司面说是我放的。我当时就坐他旁边，那屁声一响，全往我这看。我要是再不吱声，有人默认是我放的咋办呢？再说要是一般的屁也就算了，他那里3层外3层的还是个混响，我哪丢得起这人呢？你别听他夸张，一共就放了3秒，嗖一下就过去了。在全公司的注视下，那3秒漫长的像1个世纪。光是坐他旁边，我脸都红了。我一人放屁一人当啊，那他当着公司面把我公开处刑了，伤我自尊了，那必须跟我道歉。开会半小时，他大屁小屁零零散散放了17个，凭啥我道歉呢？他咋知道这么清楚？观察这么仔细，好这口啊？我咋知道的？他每次放屁的时候，半拉屁股都得朝我这拍，咋的？看我说给我打气呢？我左边是女同事啊，这点绅士风度我还是有的。他一大老爷们儿，他矫情什么？他绅士啊，哪有绅士朝着自己同事放了17个屁的？都快把我水分给烘干了。你再诋毁我，就别怪我不顾同事情分。你干啥呢？你这个屁是给你的，以示惩戒。公司怎么就你一个人了？他们今天来不了了。那我们总知道啊，老板就给俺们整了个班车，方便俺们按时上班。那小涛爱表现呢，跟老板说要给俺们当司机，这不挺好的吗？他一早上拉着一堆同事，连人带车全翻沟里去了，直接一网打尽了，团灭了。你怎么没事？我早上起不来呀，我属于幸存者。我想着今天早上是我首秀，我不能让大家迟到啊！天不亮我就出发了，就是夜色太朦胧，我开半道迷路了。那岂止是迷路啊，他是开反了。要不是高速路口给他来了，他都该出省了。你不认路总不早说。那既然都在弦上了，我跟同事跟老板面前都夸下海口了，这时候说我不认道，多没面子，硬着头皮开呗。那你们为什么会翻车呢？我正开车往回赶呢，来了个3蹦子给我超了，那我能忍吗？我想起头文字 D 里藤原拓海的操作，我眼疾手快，来了个大漂移给他反超了。手快不快不知道，眼疾他指定是有，方向盘都让他转出残影了，喊了句51道，直接把我们飘沟里了。让同事们都受伤了，他们都不生气吗？现在肯定不能，等醒过来就不知道了。你一点都不愧疚吗？我觉得还行，就是一闭上眼睛，我感觉同事们仿佛都在转着圈骂我。他从沟里爬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回公司打了个卡，全公司就他没迟到。你是真该死啊你！你天天给自己收拾的人模狗样的，你就想着你自己，你什么时候能想想同事？同事还在沟里。我拼死累活的干了1个月，他搁考勤表上就给我记了7分钟，折合工资2块钱。我再不走我就要贷款上班了。老板让我抓考勤，也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认为除了敲键盘之外，都算非工作时间。那也不至于才7分钟吧？你没听明白吗？你敲键盘才算考勤，他敲一下用0.1秒，上个月累计4200秒，就是7分钟。咋的？他坐键盘上了？
我不伺候了行不行？爱谁干谁干吧。老板不管吗？他俩就臭脚穿破鞋，老板不发话，小涛能那么放肆吗？上个月我加了1个月班，他还说我浪费公司电，我1分钱没挣着，他还让我自己交电费。我冤种啊！你看我像冤种吗？像。你说，你再说一遍。老板说了，公司不养懒汉，那意思不就是让我们自己花钱上班吗？公司提供了岗位和办公室，我们自付水电不是应该的吗？工资也不要吗？你格局太小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挣钱的。他格局大，自己待着吧，我不干了，我另谋高就了。我随便找一家都是好公司，我再也不用受小涛气了。闯门别走，我错了，错了，没事，能改就行，我原谅你。我算错了啊！你的工资是1块9毛8，我都给你了2分，你得退回来。我给你5块，不用找，剩下的闯哥请你上精神病院挂精神科，好好看看。我桌上这些活都快堆成山了，同事们也不帮我，他们就是看我好欺负。那我就没见过那么懒的领长类呀，那些都是他的工作呀，天天上班瞪俩眼搁那看球赛，屁工作也不干，那放着不做，愣是拖过期了，那能赖谁呀？你的工作你为什么拖着不干？有些活拖着就没了，今天我不干了，我明天再干。你又要拖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多的是，明天我肯定做。他昨天也是这么说的，我今天必须按着他的狗脑袋让他做完。你搁这闲干啥呢？干活啊？你今天没工作呀？我昨天不告诉你把这玩意做完吗？你昨天是说了，但是今天又有新的文件，我得可着新的做。那你做呀？不急，你新的可以留到明天。你无限循环呢？老板都不急，你急啥？你真是皇上不急太监。你为什么总有借口？那不是借口，这么多文件我得加班做，下班都没车了，打车又那么贵，除非给我报销打车费。我这回我看他还有啥借口？问题解决了，现在能干活了吗？你干不了，明天吧。为什么？我喜欢的球队输了，心情不好。小涛有拖延症，你怎么看？都是老员工了，有拖延症很正常。其实我也有。老板，我工资怎么还没发？你别着急，我肯定发。什么时候发？明天。他们趁我昨天请假看痔疮，瞒着我连夜搬走了，把我丢下了。我早上一来，公司没了。哎，把他给忘了。再说这也不能赖俺们呢。你说他一天搁公司恶贯满盈的，还没啥存在感。那搬家走了，没人告诉他不也很正常吗？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我就说少点啥啊？要啥了？他们太不尊重人了。我都是老员工了，他们这么对我，这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我浑身上下那么多眼，他想让我放哪个？那我哪个眼也没有那么大呀。我都说了忘了的，怎么还没完没了的呢？那我更气了。我刚才都检查了，他们有用的没用的都带上了，连厕所的垃圾桶都带上了，就把我落下了。那我还不如个垃圾桶吗？我把垃圾桶带回来是为了倒垃圾，我把他带回来不就相当于把垃圾往公司里倒吗？看你的语气好像对他有意见啊？没有，你跟我搞暗度陈仓算什么？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他们其实对你意见还挺大。我不听，就他们事儿多，我就是有个性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嘛。他那叫死猪不怕开水烫。以前我们跟他一起办公的时候，整个办公室都死气沉沉的，后来找人看了才知道，那叫晦气。老板同意这事儿吗？那老板知道他没来吗？这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下午都没来上班，这是找地方买礼炮去了，晚上准备放一下庆祝嘛，还要请我们吃饭呢。我不信他们这么对我，我也是公司的一份子，我要去找他们。怎么去啊？我打听着去。那你看他不在，这办公室多和谐。你看，我们当时正开会呢，那我一看小涛那有凳子不坐，就往那一站，还撅个屁股，还挺翘的。你这不勾引女同事吗？我就照他臀部给他一巴掌，以示提醒。他一拍把我痔疮拍碎了，给我在公司的形象弄得可丑陋了。他让我当着这么多同事面出丑，我以后怎么做人？他必须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跟医药费。那我也没想到他屁股里藏了颗爆珠啊！那我这一掌拍下去，那爆我一身血，我那一身衣服都排的，我还没管他要钱呢。你有痔疮为什么不早说呢？痔疮这种都属于隐私啊，多难以启齿。这桌子都是我单独准备的，还能升降，我还得咋说呀？我都暗示过他了。他告诉我他嘴里起了个泡，那这算哪门子暗示啊？那我怎么寻思也寻思不到那是个痔疮啊！这个暗示确实不太恰当，方便问一下你多大了？我说年龄。保密。都大小伙子了，再说10人9痔，其实不必害羞的。我就说得个痔疮，那都人之常情啊。那他还嘲讽我干啥？他怎么嘲讽你的？今早上来个修门师傅给公司维修，他让师傅给我换个肛门。那我不寻思逗他开心，能让他好的快点吗？再说他那晚上都那样了，你就索性换个肛的，一了百了得了呗。同事可能只是开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他还给我起外号叫霸王小子。我定眼一看，他就不是出于好心。这还定眼一看，啥好人要定眼看人呢？都啥样了？都快挡死了。我不想跟你开这种粗俗的玩笑，要么你就赔偿我，要么你就血债血偿。威胁我呀？来，你整死我来！来，你再整爆了，你爆死我来！你再整爆了！哎，冷静！老板现在把我撵出来了，你不让我回公司了。你是怎么得罪老板的？我俩陪老板洗澡嘛，
老板洗舒服了，说这个时候要有人给他踩踩背就好了。那老板话还没说完，他一个蹦高一下跳老板背上去了。老板说那话不就暗示我吗？在职场上得有眼力劲儿，升职加薪的机会得把握住啊！你这种时候就得抢着表现。那他有脚气怎么不吱声呢？那家伙搁老板背上一踩一过的，那留下一机灵黑脚印呢，还冒点白烟啥的，跟他们化骨绵脚似的。你有脚气，为什么还给老板踩背呢？那我寻思他就好这口呢。你再说我做好防护措施了。我穿着袜子，但是没想到我脚气穿透力这么强呢。他那年抛的袜，一年到手也不见得换呢，让他爬那锃光瓦亮的，都快镶脚上了，那硬的跟个石膏似的，那能是穿袜子吗？那不搁鞋里养蛊呢吗？汗脚臭点都人之常情啊。我看老板膀大腰圆的，怕他不使劲儿，我还跳着踩的，这都是为了老板开心。那他开心了吗？差点开齐了，那过后他后背痒啊，他自己就挠不着，就找个树这么蹭啊，蹭掉个马蜂窝，蛰他一头包，差点没给蛰死。现在搁医院住院呢。最后还是我拿着鞋把马蜂赶走的，也算后家有功了。那老板怎么还不让你进公司呢？川哥，我呼吸道感染住院了，大夫说我3个6句。你看，脚气都干人呼吸道去了，老板哪敢让他回来呀？你要再这么埋汰我，你别怪我不顾同事情分。威胁我呀？来，你把鞋脱了，来，你把你脚藏嘴里。来，哎，你们冷静点，你们冷静点，咱们冷静一点，有话好好说。那大小伙子收拾立正，怪我说你吗？你敢不敢让他们看看你脚？来，让大哥你给他搅个镜头，怪我冤枉你吗？啊，不行，拍不了，这他妈镜头都停过了。公司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同事呢？他们说跟我待一块儿晦气。他平时就愿意吃点螺蛳粉、臭豆腐啥的，我们也都忍了。那今天早上一个没看住，这小子拿着榴莲放微波炉里了，加热去了，炸了一办公室，整的现在都弥漫着一股粑粑味儿，还热气腾腾的。所以你们是被他熏出来了？这谁家好人大早上吃榴莲呢？还用炖的？那现在整的我们一上班跟进茅房似的。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为啥不能吃凉的？这都人之常情啊！他们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你再说榴莲那么贵，他们闻走了味儿，我还没收他们钱呢。我咋没要钱呢？那榴莲炸了吗？炸他嘴里一块，管人要20块钱，多黑呀！你们俩怎么不在工位上？你工作累了吗？出来溜溜买点东西。那你就不能为同事们考虑一下吗？你考虑过了，我让他们把鼻子堵上，他们不听。再说我把办公室炸了，我也不是故意的。你这是？你下午再来吧，我做午饭了。不是我们针对他，昨天吃午饭我坐他对面，臭豆汁糊了一脸，边吃边打嗝，然后再来一个榴莲味的大喷嚏，最后再拿窗帘擦着嘴角，太没优雅了。你就说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相处啊？咋那事儿？川哥，你们上来救我呗！微波炉又炸了。小涛口味特殊，影响同事了。作为老板，你怎么看？都是老员工了，应该给予适当理解。考虑到他口味特殊，我已经让人给他安排了一个合适的用餐环境。让他去哪用餐？去厕所。听说你把老板客户撵走了。老板说了，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那我们跟老板反映工资低呀，想涨涨，那老板就批评我们说我们上班不要为了赚钱，别把钱看得太重吗？那今天早上一上班，小涛把客户全撵走了，非常硬气的警告了他们。我们不要钱。老板说的特别有道理，眼中只看到钱，确实格局太小了。昨天有客户要给我们结尾款，我一巴掌呼他脸上了，这不是侮辱我们吗？我就告诉他，我们公司最不看重钱了。公司那么多客户全都走了，那还有几个老客户不肯走啊？那小刀全给介绍对面公司去了。那人家早上锦旗都送来了，说我们老板无私。那老板迷迷瞪瞪也不知道咋回事，还跟您握手呢。又回来再来。你这是？隔壁公司电脑不够用，要花钱给我们买几台。我一听，我直接让他们全包走了，还提钱，这不是瞧不起我们吗？他们都拿走了，同事用什么？我们再买呀，反正钱都不重要。那老板就是老板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呢。以前我就觉得赚钱压力特别大，现在上班客户也不用陪了，合同也不用谈了。我在工作中有什么压力，我直接我就说出来。我也是按照老板的意思。我电脑打游戏有点卡，能走公司这儿给我换台新的吗？你怎么那么自私呢？光换你的，去把同事们的全换一遍。你给公司省钱，就是不遵守老板的教导，不是表里不一吗？现在下单，去，得嘞。让同事们上班不在乎钱，作为老板，你后悔吗？我有什么可后悔的？都是些小聪明，我根本不怕。老板，刚才有人要收购咱们公司，我一听说给我们钱，我直接就说送。零元购。公司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同事呢？他们住院了。那天冷了嘛，很多同事都感冒了。那小涛一看就说要跟我们同甘共苦，要跟我们一起感冒。趁着我们午休开了一中午窗户，最后他没感冒，我们病情加重，全干医院去。那你怎么没去医院？我刚出来。我出发点是好的，你就是想有难同当嘛，只是没想到他们免疫力那么差，那最后只剩我坚守岗位了。你这不舍己害人吗？那可不只是害人了，这个公司本来就忙，这下好了，全军覆没了，啥也不用整。那后来工作是怎么进行的？他说要对公司负责吗？亲手把那个电脑和工作文件都送同事们病床上去了，让他们带病工作。我这也是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同事们看见我都高兴的哭了。你是打算要同事们的命呢？那有的发烧的手都抬不起来了，他就扒着人家手写。那还有那不能下床的就口述，他做笔录，他真该死啊！这哪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啊？你就没考虑过同事们的身体状况吗？考虑了，
我戴口罩了。那还有的同事被他从病床上拉起来了，去陪客户喝酒去了，吃头包都躲过去。那术业有专攻啊，有的同事喝酒厉害，正是公司需要他的时候，我就把他从医院背过去陪酒，下午再给他送回去。我都告诉他了，我喝不了，我吃头包了。他他妈从嗓子眼里给我抠出来了，伸手。看见没？伸手给人药抠出来了，这活不是我见多了，活眼我头一回见。那客户看他同事蔫了巴登的，以为借尸还魂从土里爬出来的，哪敢跟他喝呀？那好在客户喜欢聊传统建筑，我跟他聊的投机，才给他拿下。那我和同事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待小涛的行为呢？小涛在员工的使用上达到了我难以企及的高度，从某些角度来讲，我自愧不如。能说具体一点吗？你他妈是真狠的，比我还没良心。听说你们公司昨晚都没回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向老板提出了给加班费的建议，同事们都在努力的赚加班费呢。你还挺替同事着想的。你听他放屁吧！本来我们觉得有加班费了挺高兴，后来才知道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所谓加班费就是不加班的同事扣钱，不给加班的同事，公司1分钱不出。这不我们同事搁这卷的累死累活的。以前大家到点就走，自从有了加班费，现在大家都有干劲了，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老板都表扬我了，夸我鬼点子多。那你没干劲儿不行啊！你要不加班，你工资不就给其他同事了吗？你就不能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考虑了，以前大家嚷嚷着要加班费，现在有了还不知足，怎么这么难伺候呢？再说多劳多得有什么不对吗？我们昨晚加班一个走都没有，熬夜熬的脸蜡黄，头发狂蟒掉，眼神都呆滞了。我们也商量过了，只要都不加班，加班费这个制度就不攻自破了。是个好主意。我也这么觉得。那不可能，我肯定加班。你这有点损人利己了吧？他们不上进还不让别人努力了。你心机挺重啊。我这也是为了他们好啊！公司做大做强，只要够努力，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是他们格局太小了。喂，醒醒，工作时间。喂。同事们熬夜加班，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呢？加班费制度的实行提高了大家的工作效率，我认为非常成功。老板，同事们把我堵厕所，好像要对我动手了，我咋办呀？没事，小涛，你挨揍的时长给你算到加班费里，多劳多得啊！你怎么在这儿办公了？我调岗了。他写文案不会，陪客户含累，这公司也没有他能胜任的职位啊。那老板就寻思给他调个岗嘛，让他干点杂活啥的。这不看中午同事们热饭比较乱吧，就过去让他看点，维护点秩序。这他倒好，你这热饭还收上费了。天天将大人于斯人也呀。老板也是看到我的管理天赋了，就把这片交给我了。我必须证明我的能力。那同事热饭怎么还得交钱呢？我收的是人工费呀。那保安看门还有看门费呢，我看微波炉不得有看炉费吗？再说我还亲手帮他们热饭，我都觉得要少了。那谁用他热饭呢？他也不让我们自己动手啊，还说跳过他就是越级。我人都坐在这儿了，不经过我的手热饭，那不是不尊重我这个岗位吗？那他热的好也行啊，他那火候都掌握不明白，要不不熟，要不就糊了。我今天早上一碗稀饭让他给我热成锅巴了，我那馒头都给我干成鹅卵石了，差点没给我牙硌掉。那他确实挺过分的。那中午还有更过分的呢，那同事们饭热好了都得先给他尝第一口，要不他也不让用那微波炉啊。那同事们排好队都给他喂饭呢，就是把自己当清谈使者了。这么夸张？那可你跟我来，看没？还得喂，你看跟和珅似的，那损样恶劣。那以前吧，中午头公司热饭就得排队，你这现在整的还得一人喂他一口，你等他们吃完饭都猴年马月了。那不能点外卖吗？你点外卖你也得等啊，等外卖到我们都热嘎了。不行，越想越来气。有点辣，你下次注意。同事们啊，注意了啊！我这有野炊行者开水出热盖浇饭啊，不用等，马上就能吃上。谁想要比价格比？哎，来，上我工位上拿，我工位上还有呢。走，上我工位上。你不是辞职去创业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创业未半，中道崩殂。那上个月嘛，那小涛是嫌自己工资低，脑子一热就提辞职了，就要自己出去创业，自己干嘛。那后来呢？创了1个月，差点没饿死。最后死乞白咧回公司了，工资还降了500，这下满意了，消停了。现在那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呀？那些同事们连辞职的勇气都没有，看我失败了还背地里嘲讽我。他们嘲讽你什么？创业未半，回公司摆烂。我觉得你不摆就已经很烂了。方便问一下创业项目是什么吗？我听人忽悠开了一家早餐店，干了不到2周干不下去了。这是为什么？我早上起不来。谁家早餐店他晚上开业呀？他说早餐店早上开，竞争压力太大了。他聪明啊，他晚上开，避开早高峰吗？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是客户跟不上我的思路。我不会放弃创业的。能让他回来，看得出老板对他还是挺宽容的。那老板说了，他出去一趟还知道回来，就说明他挺忠心的，还知道认家，这不是感动了吗？就让他回来了。是什么原因让你没去其他公司呢？是因为感情深厚吗？我去了，他们不要我。小涛辞职创业，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年轻人嘛，就该有这种拼搏奋斗、不甘于现状的精神。我觉得他很厉害。谢谢老板，你真懂我，我去努力工作了。去吧。他厉害在哪？他厉害就厉害在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大家看到他都不想去创业了，踏踏实实工作。我准备把他留在公司，让锦中长鸣。各位老板，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将员工变废为宝。听说老板被你气罢工了。我都知道以大局为重，老板就是太不成熟了。那上周公司开表彰大会，你说小涛当场给我把那投影仪给整坏了，那放出来那画面全黑白的。那你说领导的照片他本来就严肃，
你这一头瓶整的跟把人送走了似的，你这好好的表彰大会，你整的跟追悼会似的，那老板能不生气吗？也不能全怪我呀。那机器坏了，黑白照片本来气氛就够沉重了，那些领导们还不多笑笑喜庆一点，那都打了个脸配合我干啥？还笑笑？那搞谁能高兴起来呀？就那气氛，那主持人念职业履历念的跟生平事迹似的，谁愿意上台呀？完，你说那小子让他放点歌吧，他就挑那哀伤的放，叫什么二泉映月呀，就那玩意儿啊？那咋的嫌气氛不够沉重啊？那领导们为公司操劳那么辛苦，我来点感人的音乐，人之常情啊。你看现在开晚会，不管什么节目，最后不都得煽情啊？你不煽情开什么晚会？那能叫煽情吗？那老板上台一念稿就整的跟交代遗言似的，我们别笑，多难受啊！害得我都让老板批评了。嘴角向下是怎么笑的？这滚犊子，跟你有关系？还能笑出来？他李闯就是没心，看老板致辞我都哭出来了。为了方便工作，老板别墅都是在市中心买的。他这么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老板现在还生着气吗？弄坏公司设备是我不对。那老板已经3天没来上班了，你赶紧说点啥劝劝他呀？行，老板你已经旷工3天了，你再不来我就让人事给你记上了。你真够呛！你给我出来！听说你被同事赶出公司了。那是他们格局太小了。那公司最近谈个项目，就让他负责文案。你说这小子他不会写，他也不吱声啊。那赶最后一天交工了，告诉俺们这7天就憋出来3个字，那害得我们奖金都没了。一个人耽误一整个公司，同事们没揍他就不错了。你有多大能力干多大活呀？我就是不适合做这些粗活，把这么没技术水准的工作交给我，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明显是决策问题。你既然完不成，为什么不说呢？我都是老员工了，不得要点面子吗？让人知道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什么都不会，多丢人啊！再说万事开头难，光那开头3个字我就斟酌了好几天。哪3个字？我不会。那你不会，你倒吱个声啊！那上回我让他算账吗？那100以内加减法跟那小子 CPU 干烧了，3天才退的烧。那咱说你脑袋不好使，你勤快点也行啊！一天来公司了，3关就往那一摊呗。我一样干点活吧，就像开0.5倍速似的。你这不就磨洋工吗？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活快慢都是相对的。就比如人类的反应速度比狗慢，所以在狗看来我就是0.5倍慢动作。话里有话呀！我只是说我干活慢是有道理的。闯哥，我不是真偷懒，再说也不能怪我，我那电脑跟我一样是老员工了，早就卡的不行了。这公司不给你换新电脑了吗？资料都在老电脑上，用起来麻烦。现在知道了吧？那好好干活不？我先熟读一下说明书，预计1天时间。小涛偷懒连累同事，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呢？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是应该给他安排轻松一点的工作。老板你真懂我。他有什么能做的？把他以后的工资捐出来分给同事。你桌上怎么摆着3台电脑？这样方便我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提高工作效率。那公司空出了一个管理岗位吗？他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现在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内卷我们。我不知道什么是内卷，我只知道做什么事都得全力以赴。他们不奋斗，还不让别人努力了。哎，真虚伪！他那是冲着奋斗去的吗？他那不就是想表现一下吗？有什么实力站什么高度啊？发工资了，大家确认一下。老板，你给他们发吧，我一个人只干了3个人的活，我不配拿这个工资。你是真能舔啊！他这不扰乱市场吗？主要现在老板让他整的迷迷瞪瞪的，让大家都跟他学习。你这是？我刚才把我之前的积蓄都交给老板了，弥补公司用水用电的支出。老板感动的差点给我跪下。我说你别低头，王冠会掉。关键他卷他自己的，他别祸害俺们呢。之前公司都定好了，说上敦煌团建，小涛说不去，怕耽误工作。老板听完当时就感动了。有多感动？那感动得把团建都取消了吗？全公司都搁这陪他加班吗？努力工作有什么不好的？我努力工作后地位直线上升，老板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方便展示一下吗？老板，你一天就安排这么点活，打发叫花子呢，再给我安排10个人的工作，你应不应行？我看同事们工作都挺消极的。那公司不有能干活的吗？还用着我们了？李爽，谁让你来公司玩游戏？我敦煌去不了玩，我游戏咋的了？你公司都不要了，我跟你能比啊？你不要公司靠什么生活呢？这个只要大家好好干，这个来年啊，咱们一定大有可为啊。这个好办啊，我饿了就听听老板画的饼就够了。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外面办公？低温能让我时刻保持清醒，可以帮助我提高工作效率。这小子就为了搁老板面前表现嘛，自己搬个桌子上班办公，一个人包了好几个人的活，你这脑子有病吗？确实挺不择手段的。关键是他给老板感动够呛啊，那老板还说让俺们跟他同甘共苦，把我们空调都给关了。现在这屋都他妈快零下了，那同事们一个个冻得跟死狗似的。你在外面不冷吗？冷啊，冷的时候我只要看看老板，我心里就暖暖的。老板，我工作做完了，请过目。你刚才是一直跟老板通着话是吗？汇报工作。他是真能舔呐！你这损人不利己的事，你说你干的有啥意思？我不认为工作是累赘，这都是福报，没福气的人都没资格做。作为老板，你怎么看？是小涛让我明白了，原来员工和员工之间的差距可以这么大。你看我每天来上班，他连桌面都给我收拾的整整齐齐。哎，开会了，老板叫你。老板，我没脸回来，今天才干完了3个人的活。你们看看人家，
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呢？小涛，你这么优秀的员工，我必须给你涨薪。行，我收下了，留着给你交5钱1斤。看看人家，走吧走吧。我俩当时正陪客户吃饭呢，我说小涛，你给客户倒杯水，他一低头，一个大皮嘎掉人米饭里了，给人点醉上了。他直接跟客户告状了，那客户当时也没发现呀，他不说谁能知道啊？当着美女客户的面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这还面子呢！我要再不提醒，那客户就把那小玩意儿当紫菜给拌了吃了。那吃出了毛病他负责呀？这是啥家庭啊？鼻孔里还长小零食。我本来就感冒了，那美女姐姐还选个露天的餐厅，冻得我鼻涕都收不住。那人家那叫格调，他本来就邋遢，还不刮胡子，那风一吹跟鳌拜似的。那大鼻涕那刮胡子顶都上冻了。那客户一看见他跟见了新物种似的。我胡子都特意留的，去陪客户显得成熟点。你不用听他的，他没审美的。还成熟呢？你瞅你像斗地主里那个农民似的，我求求你把你胡子刮一刮行不行？我这叫阳刚之气。你闯个下午我去陪个客户，你跟我一起。不去，你就光屁股拉磨，转圈溜人。形象对一个职场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小涛刮完胡子之后，客户非常满意，并跟我说他已经爱上了小涛。这个客户怎么一见面就追着我跑啊？老板，你来救我呗！还是女客户吗？男客户。老板看的是老员工，就寻思给他个小组长干干。他倒好，飘了，找不着北了，那身份不一样了。你怎么搬出来做的？身份不一样了，你看不出来吗？我升职了，跟一般同事坐一块儿，别人容易误会。那误会另说，你瞅那损玩意儿坐过道中间，多大害呀，多可恶！那升职了，又开始祸害我们了。老板也是看中我才让我升的职，我不能辜负老板的信任，我得监督好同事们的工作，杜绝摸鱼现象。是，但现在上班别的事儿不干，就围着我们转悠，跟看狗似的。现在我们上厕所都能停下工作。这么夸张？我都跟你说了，上厕所可以不带纸，但电脑必须带上。你这次发布时就下不为例。那每个人上10分钟厕所，这么多人加起来就是几百分钟，这都凑出一个人1天的工时了。所以上厕所必须严抓。不光这样啊，我们现在上班时间都是越来越早了。那这个月同事们全体都迟到了，全让他罚款了。你是怎么界定迟到的？比我来的晚的都算迟到。你几点来？我睡公司。你真嘚儿啊！那可太嘚儿了。别人整顿职场，他整顿同事，他一升职把我年终奖都整没了。小涛在人员管理上确实有天赋，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控制了公司成本。我没有看错人。老板，你没有赞。如果我想进一步降低公司成本，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过每个月你拿的最多，还啥也不干，你控制成本得先从你这儿下手。那老板说最近效益又不好了，准备集体降薪1000。那我们不服气啊，就寻思派小涛代表我们去跟老板沟通一下子。有效果吗？有效果，改成全体降薪1500了。我寻思让他打个头阵，他先让人策反了。你刚去的时候我也气得够呛啊！但老板拉着我的手，一番话点醒了我。他当初为了成立公司，天天跟秘书在一块研究方案，而且他都1年多没换新车了，太不容易了。跟他去谈判，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不寻思能一个治恶吗？谁想到他智商跟不上，忽悠2句就投敌了。现在就是一个恶霸牵了一条恶犬。你看那格局小的，老板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工作岗位，我们打工呢就应该多搞点业绩回报老板。你怎么还好意思管老板要钱？那咋的？我就应该1分钱不要啊？那地主家的驴也得吃几口草料啊？怎么的？我活该倒贴给他上班啊？我上辈子我他爹，我这么惯着他。你说话注意点，老板对我们这么好，你要分清楚谁是爹。我你爹？你看看同志们现在饭都吃不起了，天天吃泡面。泡面有啥不好的？泡面也不用推荐呀。给我尝一口。对爹。这个月工资发下去了啊！别，我怎么还倒欠公司300？你原来工资不1200吗？现在扣完钱，我跟你可不道歉300了。入职的时候工资都谈好了是3000，我累死累活的，最后给我发了1000，我就想知道我那工资都给我发哪去了。我们工资是按天算的呀，一天24个小时，他只工作了8小时，算1/3天，所以只能给他1/3的工资。那驴拉完磨还得吃饭睡觉呢，凭啥到他这一干就得干1整天呢？再说那入职合同上不写了8小时工作制吗？对呀，8小时工作，8小时复盘，8小时开会，劳逸结合，他只完成了工作那部分，所以工资就那些。不光这样，那现在公司连上厕所时间都不给我们留。公司是工作的地方，分秒都得用来工作，你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不是占老板便宜吗？这种工作制度，同事们都受得了吗？你这话说的，我们好几个同事都天天满勤，都被老板评为优秀员工了，凭啥别人能做到，他就做不到？哪个是优秀员工？我能采访一下他们吗？现在不行，你得等他们从 ICU 里出来。川哥，你帮我把我电脑送来呗，我还差1天就拿满勤了。你看着没？你这加班加进 ICU 了。你拿公司 WiFi 领的，归公司所有。现在有很多同事想要离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我感到非常费解，这么人性化的公司怎么会有人想离职呢？小陶，你怎么看？根据公司条例21条，擅自离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给予3倍罚款。是吧？公司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上班了？
他们住院了。前2天团建，我们玩的正乐呵呢，小道欠再把同事们电脑背回来了，说让我们团建的时候也不能耽误工作。老板都表扬我了，就是他们不懂我的苦心，怕郊外没网，我都带的移动 WiFi。同事没揍你吗？老板在哪儿，他们不敢。那同事们是怎么住院的呢？那小涛还表现呢，跟老板说要给俺们做饭，那同事们吃完全进医院了，团灭了。我那都是正经食材啊，在树林里采的蘑菇，白杆红伞的，特别显眼，一看就特别好吃。他们吃的都可美了。是，吃完以后全出幻觉了，打滚的、爬树的、跳黑道 A 的、跳擦玻璃的，老热闹了。你怎么没事？那当时老板监督我加班呢，那这我俩忙完过去一看，午饭也没给我俩留啊，我俩没吃上，那属于幸存者啊。都行了，那谢谢你，医生。医生说他们脱离危险了，我去给他们送点东西。病什么时候都能好，工作可不能落下。我去医院了，你待着。川哥，这山坡咋把电脑带过来了呢？我刚一睁眼，吓我一身汗，我以为百步长来接我了呢。你看，你这虎娃又上医院祸害他，我真服了，我气得血压都有点高。小涛时刻以公司为先，除了良心什么都有，是非常理想的优秀员工。老板，小涛给你发贴贴了。老板，同事们拿这棍把我围起来了，我该咋办呀？没事，小涛，你尽量往空旷的地方跑。你是在关心他吗？千万别砸坏了公司的电脑设备。这都快过年了，公司从开始到现在1分钱工资都没给我们发，我还欠公司200。为什么会这样？那老板开会说公司压力大呀。小涛站起来了，就建议他员工的工资1年1结就能解决问题。我也是为大家好啊！你看外边多少公司因为发不起工资都倒闭了，就是因为按月发工资太松散了，不利于公司集中财力干大事。他光想着公司啊，那我们咋办呢？喝西北风啊？他们就是格局太小了，按年发又1分不少他的，还能有效避免同事发下工资乱花，攒不下钱。那员工们受得了吗？你肯定能啊！我这个方法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你看他们现在都没一个离职的，不就是因为工资年付把大家拧成一股绳了吗？为啥不走？他心里没数吗？那我们现在有的同事这房租都交不上了，都得睡公司。他真嘚儿啊！一个成年员工，如果连生活起居都需要老板照顾，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独立能力。你这和巨婴有什么区别？老板也不是他爹呀。再说了，睡在公司多幸福呀！老板不说了，你要把公司当家呀？这哪是家呀？同事们现在都欠一屁股债，顿顿馒头咸菜的，就等着年底发那点工资了吗？李爽，你昨天下班到点就走了，得罚钱。我下班我干啥不走啊？凭啥不走？我休息了，休息时间。你都把公司当家了，还分啥休息不休息的？都快放年假了，你工作做完了吗？我早干完了。你提前干完了，下次早说，我让老板给你安排新的工作。你工作时间不饱和，扣1分。工资1年1结，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呢？工资年付计划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我已经分享给圈内的老板，大力推行。小涛，让同事们把眼光放长远，开开心心放假，工资再延迟1年。别啊，老板，我挺不住了。他当着全公司的面把我鞋从窗户扔出去了，行为特别恶劣。我们当时正开会呢，我刚把茶杯举起来就闻着一股泔水味儿，我扭头一看，这小子把鞋脱了，茶水变泔水了，给我气得我把他鞋撇窗外去了。不能赖我，我本来脚就痒的难受，老板还有讲到企业文化了，给我尬的脚趾都乱抠，我难受就把鞋脱了。他那脚啥味心里没数吗？他那鞋一脱，一股热浪飘过来，给俺们熏得热泪盈眶，我没给他踹出去已经算仁至义尽了。他就是爱埋汰我，同事们都没说什么，就他矫情。那是同事们不敢张嘴，怕吸进去，你让他把鞋脱了试试。他搁胡同里一走一过，那帮野狗都抢着闻他后脚跟，那能不臭吗？哪条野狗要是能跟他拜把子，也不愁没棒棒糖舔了。确实挺可恨的。那能不可恨吗？那现在天天中午脱鞋，还趁着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脱，咋的？给俺们下饭呢？午休时间我脚闷的难受，就拿出来放松放松。他们吃他们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啊。感觉同事们都挺讨厌他的。川哥，我们请假了，呼吸道不太舒服，去医院看看。不是讨厌，是憎恨。已经有好几个同事被他熏进医院了，所有的活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来。没耽误事不就行了？你当着全公司的面把我鞋扔了，我多没面子。我以后还怎么在公司立足？你那个脚你就别立足了，你再立足我们就得立碑了。我不管，你必须当着全公司的面向我的鞋道歉。你还捡回来了？你从狗嘴里夺回来的。你为什么趴着办公？啊？他长痔疮了，同事们都知道，就他不好意思承认呢。他说的太难听了，我这叫直肠下端病理性肥大。再说时人久治，我长个痔疮人之常情啊。你能低点不？我直不起腰。啊，你是第一次犯痔疮吗？这我老毛病了，这床都是我单独准备的，方便清洗还能升降，要不你上来试试？不了吧？他能习惯，俺们不行啊。他像一上厕所整的跟命案现场似的，喷的可哪都是，俺们进都进不去，多恶心人呢。说他也不乐意了，现在都不爱搭理，不跟俺们说话。那是因为他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他怎么了？他知道我长了痔疮，他跑我跟前外放菊花台。我不寻思听听音乐能让他好快点吗？要我说，你说得痔疮，要不你就回家，要不你就上医院，是不是？你这搁公司趴着算怎么事啊？既然已经这么严重了，为什么还要在公司挺着呢？我的工作岗位需要我责任心不允许我这么做。你回忆一下，我要开始上药了。
这小子抠门呗，就上医院做手术舍不得花钱，就搁那一趴蹭着，等老板给他报工伤呢，也不管他那屁股能不能受得了。你这不大智若愚吗？小涛对工作这么上心，老板没有表示吗？小涛的敬业精神确实让我非常感动，我已经自掏腰包请最专业的医生给他看过了。虽然情况比较严重，但还是出了解决办法。是什么办法？换个肛门。肚子疼，在树根底下上大号，那同事手欠把野狗引过来了，那害得我拉一半让狗咬了。我们刚上山，野狗汪汪就冲着我们来了，那谁还能顾得上它呀？那不跑等着挨咬啊？那有危险往我这跑干什么？你就没想过我的安全问题吗？我这上一半正使劲呢，他们冲我跑过来了，我裤子都没来得及提，就让野狗包围了，就上来给我一顿掏。看你也没啥事啊。咋没事啊？我腚上狗咬了，给我掏这么大一个破绽，痔疮都给我咬开线了。那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呀，那我们都搁这喊了，我说狗来了，狗来了，都提醒他了，他不跑，他赖谁呀？我怎么跑？我大号上一半了，也撤回不了啊！那群狗同事带着野狗，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攻击我，我有什么办法？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帮了你们，还挺勇敢的。是，没有他，我们都得受伤。但是该说不说，那小涛就是见过大世面的，那野狗都给他围上了，他就是不怕呀。那我们都跑了，那蹲那儿可能7天时间还继续搁那拉呢，跟野狗都对峙上了，眼神老坚定了，还透露着一丝凶狠。你不跑是为了帮助同事脱身吗？我帮他妈呀！我帮，我蹲的太久，腿麻了，要不然就他们就不一定跑我前头。至少同事挺感激你的。你感激我屁用！那狗咬我的时候，我手机在兜里帮我挡了一下，给我咬裂味了，我怎么用？我这个月还工资没发呢，没钱修。你偷图的，我能不害怕吗？要不是我拉的多，堵上了那群狗的嘴，你都不带放过我的。是，要还得是小涛啊，要不小涛能拉，我们都得受伤。要不我们带你过去吧，让同事给你好好道个歉。我不去。我不接受他们的道歉，他们知道我野营躲树后面上大号，背后都叫我爱冒险的朵拉。我平时在公司形象挺绅士的，那现在大家提到我就想起我拉的多，我不原谅不了他们。他这么跟你说的，这小子就是犟，就是要骨气。闯哥，那群狗又围着我了，我肚子里没货了，你过来救我呗。没有啊。你怎么被孤立到这儿办公了？他们都说我气场太强了，不跟我坐一块儿。他那不是太强了，是气场太浓了。作为同事，我就没看过他换过衣服。那他那衣服都穿成限定皮肤了，也不洗澡。他们说你有味道，你怎么看？那叫男人味儿啊！而且专家都说了，洗澡太勤了不好。你看那小动物们都往泥巴里边钻，我这也是，我养着保护层，保护我玉体。保护啥呀？他臭烘烘的，那苍蝇站在身上都直撵脚呢。再说你见过哪个活人招苍蝇啊？那天老板还说你拿酒精给小涛杀杀菌，我先拉倒吧。再给小涛杀没了，那小子除了菌他还剩啥了？没了，是吧？他怎么管这么宽呢？我这不都划清界限跑这儿办公了吗？你再说洗不洗澡都有个人自由，这样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吗？我很健康啊，你不信你检查检查。哦，我信。你看着没？自己味儿就味儿吧，关键他老爱往别人身上凑。就那天我搁那吃饭呢嘛，我没注意，这小子夸一下子就过来，就夸一下子给我熏的饭我都没吃，直接我给撇了。你就不能为同事们着想吗？我想了，我劝他们也别洗澡，他们都不听，就是故意排挤我。谁听他的？他他妈放屁一样啊！天天跟臭鱼沟里出来似的。那他往猪圈一趴，猪都得躲着，咱信吗？老板没采取什么措施吗？都是老同事了，个人自由的事也不好强迫。不过我已经自掏腰包送他去做研究了。他能研究什么？被人研究啊，人体表皮污垢学。你为什么被孤立到这边办公了？是我孤立了他们。听他放屁吧，他老占俺们便宜，俺们都不愿意搭理他。就他小心眼儿，你看我这样，我像那种人吗？像。有一次我点外卖，点那个蒜蓉粉丝蒸3倍，他说他帮我下去拿，我当时心里还挺感动。这拿回来我一打开一看，他妈蒜蓉没了，光剩粉丝那3倍了。你为什么顺走他的蒜蓉呢？我中午吃饺子忘准备蒜汁了，就拿着蒜蓉对付对付。再说那也不叫顺呢，那送外卖还有配送费呢，那我取外卖收个跑腿费，那不是人之常情。那为什么不问问他让不让呢？我以为跟他关系到位了，没想到他格局这么小。最膈应的就是他人现在都养成习惯了，一整就自主下楼帮我们取外卖。我们每个人外卖一拿上来都得少点零件啥的。昨天点了个糖醋荷包蛋，上来蛋没了，就他妈剩糖醋。你看没？你这样啊，你中午你下楼帮我取一趟外卖，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哎，哪是立场外卖？哎，给我吧，我帮他拿。你刚才是不是想拿？你以后临近中午的时候别来采访，你耽误我事儿。我今天没点醋。他那脸就像让熊瞎子舔了一样，一点都不要脸了。他有一回管我借那个视频会员，然后欠费了嘛，这小子偷摸给我设置成自动续费了，哪有这样式儿的？这种情况老板知道吗？你得问他去啊。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武力解决了。都是老同事了，动手也是不对的。我准备自掏腰包给他雇2个保安，是为了保护他吗？看住他。听说你跟同事打起来了？还没打，不过也快了。这小子搁健身房练2天，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现在看谁都不顺眼，就走道都得这么式走，架着胳膊走，胳膊留这么大缝，那散味儿。你觉得健身有用吗？自从我健了身，同事们都不挑我毛病了。
对我也放尊重了。我现在感觉自带气场，走路的带风，气场就是让人退避三舍的感觉，你感受到了吗？恶心到了。这压迫感啥压迫感？俺们躲了是因为他身上有味儿。他那汗衫，咱第几期来的？第6期。那汗衫6期没换了，一股泔水味儿，你闻不着啊？闻到了。健身的好处特别多，我现在感觉老有劲儿了。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你离远点儿，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不用了。教练说我是个好苗子，要重点培养我。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别人都收费3000，你呢？26000。教练会不会是根据难度收费的呢？啊？他膨胀他自己倒是行，那也别带上俺们呢。带俺们有一天陪重要的客户吃个饭嘛。这小子喝点啤酒，非要拉人家比划比划。他把客户打跑了？没有，没打过。完了，这小子挺不服，搁背后给人偷袭了。他偷袭的哪儿？篮子。哪儿？你就别问了，反正现在老板看我们都不是好眼神，老板都想把我们刀了。你给同事造成这么多困扰，老板没有意见吗？听他那意思，他挺支持我的。都是老同事了，强身健体的事，我怎么会不支持呢？我自掏腰包给他安排了一个金牌拳击教练下黑手。这个是生死状。听说你把老板气病了啊？那天开会，老板说自掏腰包给俺们发奖金，完了这小子一句话给老板整抑郁了。他说啥了？我就跟他说，你都穷成啥样了，还自掏腰包？有你这么穷的老板吗？这么说不太好吧？我这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我这个人就实诚。那也太实诚了，这小子加班做文件，半夜2点都得上老板门口敲门汇报去。我觉得身为一个老板，就得24小时待命，老板都不用上班，那也可以不用下班。他这么折腾，老板能忍吗？一直就想开他，这也没开成。要开也是开他自己，我这样的人他都把我面进来，说明俺俩水平相当啊。老板听他说他俩水平相当，当时就崩溃了，就给他找活，打击他的自信。效果如何呢？老板更崩溃了。那活我本来也不会干，我就说不会。老板没骂你吗？骂我干啥呀？我要啥都会，我就自己当老板了。你为什么要留着这样的员工呢？都是老员工了，再说他也……老板，你就不能带病工作吗？有点集体意识行不行？老板的病情加重了。其实吧，老板不来，我们也挺爽的。其实小涛这人还行，能处。等会儿，大家都听一下啊，小涛非要我上班，那这周大家都别放假了，陪我上班吧。我他妈今天必须真实他。他妈像个你像个傻。你怎么在楼道办公？啊？让我给撵过去的。他那嘴的把不住门，老跟领导打俺们小报告，多他妈烦人。那也不叫小报告啊，那叫汇报。我小学就是纪律委员，那老师和我最亲。关键这小子愿意添油加醋。我有一回点那个烤羊腰子，他妈到处跟别人说我肾虚，这事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一来公司，那些女同事都朝我笑。我寻思咋的了？我桃花来了，都喜欢上我了，可能。后来我知道这笑话传开了。那我是有依据的，他冒虚汗。我看你好像也有点肾虚的样子。我想把你嘴封上。前天我在楼下不接那个招聘传单吗？那这小子看着他就非跟老板说我要跳槽，这整那些老板那天差点给我开了。他妈有的时候我真想给他声带给他摘了。身正不怕影子斜，他要是没那点破事儿，也不至于这么激动。他这么爱打小报告，老板应该挺喜欢他吧？也没有，反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老板那点小爱好，公司人全都知道了。什么小爱好？老板又找了个漂亮女秘书，还送了个项链，新的。哎，都是老同事了，打打小报告也没什么。听说你找了个漂亮的女秘书啊？漂亮吗？我不知道她漂不漂亮，我这人脸盲，我更看重她的工作能力。还送了金项链，是自掏腰包吗？你们出去来，你们出去！哎，你是不是停着你的头发来，不要停！停！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你为什么在厕所办公？啊？他那皮箱过期了似的，这现在又开空调，俺们也不能开窗户透气儿，俺们实在受不了他了。所以就把他撵到厕所了吗？这关键他现在他不光放屁呀，他是连吃带放的。螺蛳粉也不让吃，屁也不让放，管这么宽，总排挤我干啥呀？俺们也没排挤呀，这关俺们是属于是紧急避险。再说我们是来干活来的，也不是来跑图来的。吃喝拉撒人之常情啊，谁放屁不臭？他就是矫情。他本来他就愿意吃臭豆腐、螺蛳粉啥的，本来就臭烘的。这回再经过他2次1加工，那放出来那不属于是2手屁了吗？那味儿呢？你说能新鲜吗？你就不能考虑一下同事们的感受吗？那我找老板掏腰包给他们买口罩了，还想咋的？那咱还得再买批护目镜啊，他那玩意儿辣眼睛啊。他觉得自己很幽默吗？我觉得他说话就是太夸张。哎呀，你这还行吗？小王来瓶水，喝点水压压。这小子是放屁挺隐秘的，他总在就是每一个动作掩盖下，他就偷摸补一下子。有一回啊，老板开会去俺们嘛，这小子补一个屁，直接给俺们跟老板都干冷静了。那他不想回来办公吗？那我总在这儿办公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这离这么远，哎，你别过来！
他自己怎么没事呢？可能自己有耐脾性了呗。老板没采取措施吗？老板也愁呢，人现在物业都找俺们，说俺们这一层假完超标。都是老员工了，日也不能做太绝。我准备调他去公司铁军队。为什么？屁是可燃的嘛，给他后屁股减把火，他跑得肯定快。他们说你靠走关系才升职的。关系户呗，要不升职能轮到他吗？他是老板的亲戚吗？亲戚啥呀？他跟老板他妹儿处对象了，光宗耀祖了。这都是他们嫉妒。再说，你看我不像有能力的人吗？不像。他现在不和同事们坐一起了吗？哎，人家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拿桌子自己出去坐去了，集体合群吗？身份不一样了，和一般同事坐一块儿，外人容易误会。老板的妹妹能看上他，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得罪过人呐。关键现在办公室也没人愿意搭理他，也不知道那小姑娘怎么就能看上他。就一到中午，天天就搁那块儿都给他对象打电话，腻腻歪歪，像舔狗似的。就搁那小屋，你去瞅瞅去。你吃榴莲，我烩皮儿行不行？你下次进来敲门。你这着装怎么是西装配秋衣呢？我这不刚升职3天吗？网上买的衬衣跟发蜡还没到，这气质还没跟上。要不你们等我衣服到了再来。你现在有损我形象。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呢？那这么跟你说吧，我一句话就能让他们丢饭碗。伙食采购呗，他给俺们订午饭的，一整就订点螺蛳粉、臭豆腐啥，谁愿意吃？没看俺们现在都搁家带饭呢，我饭盒。你知道大家对你有意见吗？他们就是嫉妒。那我升职根本就不是靠我大舅子的关系。大舅子就是我老板。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就是气质没有跟上。能说说你妹妹和他怎么在一起的吗？我妹妹这个人比较暴躁，一般人受不了她，但是小涛不一样，他比较包容，他比较抗揍。我嫌工资低，就想用离职炸一炸老板，没想到我刚一炸，老板直接就给我开了。我前脚刚走，这后脚新员工都到了，这太不干人事了。本来也不是人呐，这不新员工啊？那小刀搁公司一天恶贯满盈的，那老板寻思养他还不如养条狗呢。他能干活吗？你这话说的就像小涛能干似的。我干活是差点儿，但我能整活呀。那同事们总能加班干活，不多亏了我吗？那他们倒好，还得网上开个群聊派对的吐槽我。大家就想养个宠物，别多想。我咋不多想？他们给狗取名叫三兽，听着挺熟悉啊。这合起来念涛吗？那我们这不也是为了纪念他，才给那狗起名叫三兽的吗？这不合起来念涛吗？其实他刚走，我们就想他了。你说他这人走了，公司变成狗了，还是有点不适应。你就当现原形了呗。胖哥，三叔又尿了。来了来。他们这么做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一日同事百日恩嘛。他们开心的太早了，我现在就回去。你不是被开除了吗？我预支了1年工资，暂时走不了。那这他再说他们这么侮辱我，我得回去找回面子。癞蛤蟆不咬人，我膈应死他们。你看咱家在养跳蚤，你工位都没了，你在哪养跳蚤？我们办公室散养。我他妈给你别整啊！别整啊！公司养狗，小涛要是报复怎么办？冤有头债有主，我要想让私狗一竞争，谁赢了谁领口。老板，我还是走吧。没拿过。废。老板过生日，我买了条宠物鱼，准备给老板当礼物。结果今天上班我一看，我这鱼让同事给吃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宠物啊，摆桌上我还以为是食材呢，我就给做了。反正手艺不错了。他那嘴长得跟个鲶鱼似的，他还吃上鱼了。那谁家拿鱼缸放食材呀？他瞎吗？这鱼平时我养的可宝贝了，还特意给他找了个小伙伴，都有感情了。那他给我做成菜了，我说还怎么送给老板？我升职还指望他呢，这不耽误我前程吗？他平时在公司就愿舔老板呐，尤其是到年底压力最大的时候。上次开会我看拿本记了半天，工作的事儿一句没记，全记着老板的喜好，多能舔，多他妈不要脸。毕竟是他的宠物，你们这么做不太好。那我们当时也问过他了，我记得他同意了呀。他给我打电话说我鱼在公司不老实，老蹦的，说帮我收拾收拾。我还谢谢他们，让他们轻点。结果他给我收拾到锅里去了，还是酸菜的，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太气人了。那他没理解明白，我们还以为他同意了呢，还说让我轻点，我都没敢使劲，那鳞都没刮干净。再说这不也不给他留了一碗吗？有啥可生气的？他生气其实也正常。谁家好人拿食材当宠物养啊？再说人家都养鲫鱼、观赏鱼啥的，就他上鱼市买了个3斤大鲤鱼回来，谁看谁不馋呢？为什么养鲤鱼当宠物呢？那老板喜欢鱼嘛，我这观赏鱼太贵了，我就去鱼市买来平替，这也是投其所好啊。那他们就是嫉妒。缸里放的是什么？鱼缸嘛，光一条鱼在里面太单调了，观赏性不够，我就买了点绿植。这不葱花香菜吗？这平替。你看着没？你说这能怪我们吗？这佐料自己都配好了，他这不吃留着干啥呀？不，早上点了个小笼包，我出去洗个手，这功夫回来一看，就剩个皮儿了。你这馅儿我掏了呀，我点饭没点菜，就掏他几口馅儿吃。我还特地给他留了个皮儿，怕他生气上火。没想到他这么斤斤计较，还在公司大群里说有小偷要调监控，他没吃过饭呀。那他也不能全给我掏空了呀。我早上路过他饭桌，我还纳闷呢，我说这小子今天咋吃的肉丸子呢？还挺香。原来是么掏我，这底儿还没了。你为什么中午不点要蹭同事的呢？自己点那不得花钱吗？我以为跟他关系到位了，那吃点他不能说啥，没想到他心眼那么小，算我看错人了。
关键这事儿他也不是头一回了。我们现在每次中午吃饭都得防着他，那外卖动不动他就得过来蹭一口，多下流啊！那他都说了不是头一回了，你就不能适应适应吗？我这外卖软件都卸载了，都蹭习惯了，他这突然不让蹭了，那不是道德出了问题吗？你帮人帮到底。那你就没考虑一下同事的感受吗？考虑了呀，我都定量取餐，每个人吃一点，大家都饿不着，不皆大欢喜吗？到饭点了，你先走吧，这同事们的饭应该快到了。他蹭饭你们没试过拒绝他吗？拒绝不了啊，他脸老大了。吃啥呢？挺香啊，给我吃一口。爽哥，你点了啥？我没点。行，相信你一回。看见没？就他这样式的，我们有啥办法？我为了减肥一天没吃饭，好不容易点个减脂餐让他霍霍了，我吃啥？我公司组织团建打游戏，我打老板打得正起劲呢，同事冲过来把我手机砸了。打游戏那你也不能追着老板往死里干吧？给老板气得黑脸更黑了，都找人事帮忙去了。人事打游戏厉害吗？打游戏一般，打技术表厉害呀。那老板自己说的放马过来呀，他还说他用新英雄海拉，都别放水，就看他能不能叫唤，那我还客气啥呀？就干他呗。没想到最后他还是急眼了，心眼真小。他心眼大，美国底下挂俩蛋，只会打不会看。那老板排了3个妹子一队，不就想着让我们把花妹给上吗？老板单身这么多年了，就想搁游戏上认识妹子，这他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了，我怕老板在面子面就已经没脸了。我们都劝小涛让再跟老板组队，给老板找找面子。赢了吗？赢了，小涛自己赢的，他嫌老板拖后腿，先把老板卖了。老板挂了之后10日要，小涛也不召回。我也想拍妹子呀，带着老板太碍事了。你在这个高能英雄上和妹子玩老有意思了。那英雄加吃鸡玩法让我一个人。怎么在厕所办公？我升职了呀。他在公司好几年了，一直没升职嘛，天天缠着老板给他个管理岗位，还得带独立办公室的。这不老板没招了吗？给他安排厕所去了，不愿意尝了。为什么选择在厕所办公呢？因为离老板近啊。我问老板能不能给我一间离他近的办公室，方便随时汇报。他说没有，我就搬他隔壁厕所来了。听见没？多能舔呢！我第一次见公司专门设这个岗位，是为了给领导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不为了升职吗？脸都不要了。这么希望升职是为了涨工资吗？我从来不看工资条，只要能跟在老板身边，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观察他怎么上厕所，听他怎么窜稀，都是件很幸福的事儿。老板，你听到了吗？滚！那确实挺能舔的。要不说人能升职呢，关键他现在真把那厕所当自己办公室了。我们现在上厕所还得让我们找领导，打审批走流程吗？这么夸张？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审批过了。你不准上，咋的？你拉他臭，去隔壁部门上。我去，我给你灌！隔壁部门是什么？女厕，李闯上次上厕所太粗鲁了，都呲我杯里了，我得剥夺他使用厕所的权利。我们现在上个厕所都费劲，他真把自己当厕所所长了，就恨不得吃喝拉撒全搁里面。看样子你还挺满意这个办公室的。还行，就是经常反味儿，空气不太清新，而且有的同事拉完还不冲，整的办公室里乌烟瘴气的，而且厕所口风大，经常吹得我头疼，都感冒发烧好几次了。还好有同事孝敬我的合济宫阿卡分散。这是我给自己留的 VIP 1号间，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这都职务之便，你不利用起来不浪费了？公司厕所本来就少，他还占了一个。你这样就不怕同事对你有看法吗？有呗，反正背后也没少说我，那说我办公室是众矢之的，我都不跟他们计较。喂，声音小点，有点燥死了。老板同意他这么做吗？刚开始还行，现在也受不了了。这么快？老板，你留下来吃点。吃你自己吃吧。挺客气。公司最近翻新装修，小涛自告奋勇要当负责人，结果这小子直接给公司拆成毛坯房了。我们早上一来一看，公司没了。那老板说了要简单低调，要有家的温暖。那我寻思我家就挺温暖的，就照着我家装的。那真正实现把公司当家。那你家也不至于住毛坯吧？这还行啊，这我家连窗户都没有。我们早上来上班，要不是看见门口那个军工大旗那个横幅，我们还以为公司又让人偷了呢。再说你拆就拆，你好歹给厕所留下吧。那厕所这样子整的墩子都没法蹲，我们怎么上厕所？这么夸张？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了，这是厕所。这快冬天了，我嫌马桶把屁股这都给拆了。你这怎么上？这扎着马步上来，这还是3连座的。你累了这还有支架，你套上就能用，就是得对准点。谁上厕所还跟人连座啊？还他妈3个，这面对面快拉呀！这确实挺不靠谱的。当时怎么想到让他来装修呢？他跟老板吹牛逼嘛，说装修界有人，啥大项目都干过，给我们老板整的挺激动的。后来才知道他二大爷是个瓦匠，之前搁工地和水泥的。这确实挺不靠谱的。你没把握，为什么还要把这活接下来呢？
那我都老员工了，我不要面子吗？再说了，老板好不容易器重我这么一回，你硬着头皮整呗。他们就是矫情。这装修我二大爷可是匠心之作，你看这玻璃严丝合缝的，这都好料。这哎，我二大爷整个豹纹的呢。那老板也不是没给你钱，你拆完你给装上啊。那个不全赖我呀，老板一听说我有熟人，那预算给我缩了一半，我拆完一半都没钱装了，那电梯放那还没拆呢。你们老板知道这事吗？说错了。老板，在哪儿？这是我们的 family。公司组织聚餐，说允许带家属。我们刚到饭店，小涛开着大巴车就来了，下了一车亲戚，饭店全都坐满了，把我们给撵出来了。都说了允许带家属，那也没规定人数啊。我家属多，我有什么办法？他那是多带一点吗？他把他9族都叫过来了，他那涛家军黑压压的赶上斧头帮了，男女老少都有，品类老全了。这哪是聚餐呢？你这不吃席来了吗？你带的人确实太多了。那我不是考虑的周全吗？那都是时代亲戚，那拉的谁也不好啊。那这还都是本地的，还有老多外地的，让我掏路费我就没叫。可能小涛就是太热情了点。你再热情，你不能啥人都叫啊。他那舅姥爷8多了，小涛硬是推轮椅给他推过来的。那还有个大爷连小涛叫啥名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就来了。你这来者不拒嘛，你知道吗？来就来呗。那我跟那大爷也是第一次见面。那不熟你怎么还叫他呢？那我看族谱上有他，就叫了。再说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啊，你这人多不热闹吗？他是热闹了，那吃饭地方让他家属全霸占了，把我们同事给撵出来了，我们都要冻傻了，都要冻感冒了都。哎，你回家吃呗。干啥？啥时候轮到我们吃饭呢？我们快饿死个蛋的了。现在菜传到我爷爷那边了，你们等等。给个具体时间。具体你妈呀，就等着得了，这逼话真多。这么礼让他，你们还挺善良的。他把他9族摇过来，我们哪敢不善良啊？这都老头，你也不能跟他动手啊。他们就是太矫情了，那少吃顿饭又不能怎么样。同事们都挺生气的，我觉得要不还是道个歉吧。行啊，黄哥，我错了，我确实想的不够周到。你有脸说呀？就是参加你葬礼也来不了那么多亲戚呢，下次聚餐肯定是不能叫你。别呀，我建议下次团建咱们出省吃。为啥？我外地亲戚还没吃呢。我去出差谈客户，走的时候老板说了衣食住行费用可以报销，那我回来的时候老板不认账了，说让我自己掏。他是出差去了，也不是让他出工去了，给自己整身貂啊，回来穿着貂舔着脸找老板报销，那给老板气的都一脚给他炫出去了，那咋还有脸提这事儿呢？你不能报不早说呀，我这吊牌都摘了，那小票都带回来了，就告诉我不能报，那不骗人吗？看样子你这衣服不便宜啊。我都牌子，这个公司都说报销了，那我就放开花呗。这哪是放开花呀？那不往死里花吗？走一道买一道，跟他妈善财童子似的。那这路边野狗都吃人烤肠了。那走之前我就看到那浏览器顶记录第一条就是公司出差怎么往死里花，他这不是缺心眼吗？貂属于奢侈品，只是出差确实不该给你报。那我住宿的钱给我报了也行啊。是不是你选的宾馆太贵了？我没住宾馆。他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搁当地买了套房，还妈是期房，选了个地段好的，说有升值潜力。他这么虎啊，首付付完了，还非得管人要发票，说回来报销。给人整懵了都。那宾馆谈合作多不安全呀！我觉得宾馆不能解决外地谈客户的问题，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商业机密。再说结果是好的呀，那这客户不是谈成了吗？这不挺好吗？那多少应该报一些。他谈的客户一共挣了3000，他那一身貂26000，那老板能乐意吗？那也是我辛苦谈下来的项目啊！为了这个项目，我天天熬夜加班，我不辛苦吗？看你精神头还可以。还报销呢？你这么一弄，我这房贷都还不上了。你这么做就没考虑过公司的经济状况吗？考虑了呀，我原本想买辆库里南代步，后来没幸运分了，实在带不出来了，就放弃了。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出差吃点喝点，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给自己又买车又买房，你咋不再娶个媳妇儿？哎，我提了，人家说不要异地的，你没看上我。公司去海边团建，我在车上睡着了，那同事们下车的时候没叫我，我一觉醒来同事没了。我们忘了，那我记得我下车的时候我还特意点了一遍名的呀，我这名单顶名都挺全的，我不记得落下谁了呀。哎，闯哥，你这后边还有一个。哎呦，搁这儿。同事确实不是故意的。这怎么不是故意的？他写名单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闯哥，你把我写前面，别忘了。那我看他写第一个，我才放心走的。没想到他把我写背面了，那太侮辱人了。他平时就不合群啊，为了孤立我们，自己坐最后一排吗？还睡着了，那没人提醒他不也很正常吗？那参加活动，你这是自己睡着了，坐过站，能赖谁呀？那小孩啊，关键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每次团建他们都把我落下，我这次还特意留了个心眼儿，我睡前定了个闹钟，那不知道谁手欠给我关上了，太欺负人了。我不闹啊，不闹谁关的？我关的，我看他睡挺香，怕影响他休息。同
同事也是为了你着想。我用他们为我着想了。我醒来一打听，这大巴车都出省了，我光补票子补了1000多块钱。要不是师傅好心把我叫醒，我俩都要出国了。同事被你们落下，你们就没觉得少了点啥吗？少了点烦恼。那毕竟也是同一个公司的，你这团建这事儿少了谁他也不圆满的。再说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团建是少了他，我们玩的确实不尽兴。没看出来。这咋的？他们还玩上了？这群狗东西，难怪我平时看不上他们。你赶紧让他们来接我，原谅不了他们，我自己坐车回去。愿咋地咋地，那我们不管他了，我们玩。川哥，你来接我呗。你搁哪呢？你到海边了吗？我没看着你啊。